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花少妻李沁杀疯了，35岁健康到发邪的姐姐竟成节目最大笑点担当。花与少年同心记里李沁的状态让人挪不开眼，她身上有种奇怪的平衡感，不是那种精心设计过的完美，更像是在陌生环境里不小心流露的本能。节目组把一群人扔到国外，多数嘉宾的第一反应是找镜头或者制造话题。李沁倒好，她在路边摊跟老板学怎么包当地小吃，面粉沾到袖口也没立刻擦掉，这种细节装不出来。国内真人秀早就把嘉宾训练成条件反射的表演者了，不对，应该说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表演。李沁让我想起小时候班上那种女生，明明长得好看，但从来不觉得自己特别，别人夸她，她会低头笑，手指绞着衣角。现在屏幕上很难找到这种反应了。节目里有段她帮秦海璐整理行李的镜头，秦海璐是那种会把每件衣服叠成豆腐块的人，李沁就在旁边递东西，偶尔问一句这个要不要带，没有刻意展示姐妹情深，但你能感觉到她们之间的默契。真人秀最怕比较，当其他人在任务环节拼命表现时，李沁在查地图找公交线路。她记得有个队员对花生过敏，点餐时特意用手机翻译软件确认酱料成分，这些事太小了，小到容易被剪辑掉，可偏偏留下来了。现在想想，节目组可能也没料到会捕捉到这种素材，毕竟当下综艺追求的是冲突和反转，李沁这种细水长流的存在反而成了意外之喜。去年某档旅行节目里，嘉宾因为抢房间差点吵起来，当时观众看得挺开心，觉得真实。花儿与少年这一季完全走了另一条路，李沁在异国夜市用3句英语加手势帮大家买到便宜水果，这种平淡反而更接近旅行的本质。它让我想起以前邻居家的姐姐，暑假午后总是坐在树荫下看书，偶尔抬头对路过的人笑一下，那种舒服是没有攻击性的。真人秀早就该这样了。有些人的睡眠状态稳定的惊人，他们躺下时是什么姿势，醒来时几乎还是那个姿势，这种能力听起来像某种特异功能。身体在夜间似乎进入了低功耗模式，连翻身的本能都被抑制了。我认识一个人就是这样，他睡前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，醒来时手臂还在原处，连手指的弯曲角度都没变。这种睡眠质量让人羡慕，但也让人有点不安。毕竟正常的睡眠应该包含一定程度的身体活动，不对，更准确地说，是睡眠中的微动。那种完全静止的状态，反而像是身体在刻意维持某种秩序。或许这就是个体差异，有人睡觉时像在参加阅兵式，有人则像在打游击战。他吃饭的样子有种奇怪的吸引力，明明身形瘦小，捧起碗来却格外认真，镜头前总能安静地吃完所有东西，连辣椒面都不剩下。有次看他吃完正餐，发现调料还有剩余，就默默剥了个鸡蛋蘸干净，这大概不是节目效果。收水到那期，刚干完活他就蹲在田埂上扒饭，吃完一碗又跑去厨房，声音黏糊糊的问能不能再添点。那种对食物的郑重感和当下流行的吃播完全是两个路数。现在很少有人会为一点辣椒面特意加餐了，健康这东西说出来就俗了。真正的好状态是种沉默的共识，你不需要向谁证明自己今天有没有活力，那东西会从眼神和步态里溢出来。我见过一些人，他们从不谈论身体。早晨6点的公园，他们的影子比太阳先到。
那种节奏不是刻意维持的，导向是呼吸的一部分。活力满满这个词被用得太轻了，它不该是某种需要刻意维持的表演。情绪稳定比情绪饱满更接近真相。成年人的能量管理更像是在控制水龙头，既不能完全拧紧，也不敢肆意放开。那些永远高亢的状态背后总藏着点什么，不对，应该说藏着对某种东西的过度依赖。真正持久的良好状态往往带着点漫不经心，它不喧哗，只是安静地存在于日常的褶皱里。比如能一觉睡到闹钟响前5分钟，比如面对突如其来的雨天，第一反应是欣赏而不是抱怨。这种状态比任何刻意的活力宣言都来得可靠。我们可能搞错了重点，健康从来不是目标，而是所有行动默认的背景音。节目镜头前的他礼貌得像个刚毕业的学生，那种乖巧几乎让人忘记他早已不是新人。他展示的生活习惯健康的过分，每天早起早睡，饮食精确到克，这种自律在娱乐圈显得格外突兀。不对，应该说像幼儿园老师，那种能随时给周围人补充能量的类型。他说话时总会微微前倾身子，手指无意识地捏着衣角。充电宝这个词突然冒出来，不过是人形的。他拿到第一笔零花钱的那个瞬间，表情管理彻底失效了，嘴角咧开的弧度比平时大了不少，眼睛眯成2条缝。来财来财，他反复念叨着这2个字，像是要把某种好运牢牢钉在口袋里。张晚意的手机电量掉到危险区域时，他注意到了，不是那种礼貌性的提醒，而是直接走过去，站在他面前。你的充电了，他说这话时带着点玩笑的口气，自己还配了个音 key， 一个短促的拟声词从他喉咙里滑出来，那种关心带着点不由分说的劲儿。7个人挤一辆车的时候，他总是第一个钻进最后排那个晕车位置。拍照站队形，他自然就往最边上靠。分房间那天，他指着最小的那张床说：“这个给我。”把带门的单间留给睡眠轻的马思纯。这种让位成了本能。团队里最新来的小妹谁也不认识，是他走过去挽起对方的手。二姐情绪低落的下午，她靠在门框上默默守着，你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始终在每个人身上扫过，像房间里恒温的空调风。不对，应该说像深夜书桌上那盏不会突然刺伤眼睛的台灯。他挑走的永远是别人皱眉的位置。花少期开播前，没人觉得李沁能掀起什么水花，结果节目还没正式亮相，他就送上了这一季最让人笑出声的片段。一只变色龙爬到他手上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脸上是藏不住的慌乱。然后倒数声响起来，3、2、1。就在那个一落地的瞬间，他脸上的惊慌像被橡皮擦掉了一样，换上了一副标准的有点过分的营业式微笑。马思纯在旁边笑得弯下了腰。观众把这段画面截出来，配上了一行字，那句话是：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。李沁的表演有种奇特的质感，她说话的方式，那种软糯的调子，不是刻意装出来的。你听她念台词，会想起小时候吃的那种糯米糕，咬下去不费劲，但很有嚼头。这种特质放在剧里那些有点荒诞的情节里，意外的合适。好几场戏本来可能就平平淡淡过去了，他往那一站，用那种调子说几句词，整个场子就活络起来。不是靠夸张的表情或者动作，就是很平常的演，但效果出来了。观众吃这一套，也不能说是多高级的演技，可能就是刚好对上了现在的胃口。大家看多了大开大合的表演，反而觉得这种淡淡的带着点生活气的处理更舒服。他那个角色能让人记住，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分不开。
现在想想，演员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挺重要的。不对，应该说找到自己和角色之间的那个平衡点更重要。李沁这次算是摸对了门道，那种软糯成了他的武器，恐惧在镜头前成了可调节的道具。那些声称什么都怕的人，往往什么都敢试。来都来了这句话像句咒语，能瞬间瓦解所有犹豫。吊梯上树这种动作，前一秒还让人缩手缩脚，后一秒就能变成水边姿态舒展的展示。这种转变快得几乎不给人留思考的空隙，行为本身比语言更有说服力。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，经常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。李沁在最新一期节目里把浮潜完成了喝水挑战，2000块的门票价，他大概喝掉了一半价值的咸水。不会游泳的人下水就是这么个结果，每一口呼吸都带着海水的味道。他和张晚意那段被称作石油姐弟的互动倒是意外的成立，两个人在镜头前的那种声色碰撞，比设计好的剧情更有看头。李沁在节目里的状态让人想起阳光晒透的棉被，不是那种精心修饰的美。他说话节奏平稳，动作里没有多余的紧张，这种健康感几乎带着温度，能从屏幕里渗出来。观众的反应很直接，他们不说漂亮，不说演技，只说健康。这个词现在有点稀缺了，不对，应该说这个词被我们遗忘了很久。健康成了最高级的赞美。他笑起来眼角有细纹，但牙齿很白，这种细节比任何精修图都有说服力。我们太久没在镜头前看到这么不费力的生命力了，可能这才是让人愣住的原因。整个行业都在追求更白、更瘦、更精致的时候，有人突然展示了一种结实的、睡眠充足的状态，这几乎算是一种反抗。健康反而成了最显眼的特质。想想也挺有意思的。李沁这个名字在公众视野里晃荡了有些年头，人们通过屏幕里的角色认识他，那些零散的报道拼凑出模糊印象，直到某个时刻，这些碎片才突然有了清晰的轮廓。他来自昆山，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带着戏曲的韵律。11岁的小孩能懂什么？他却已经站在了戏曲兴趣班的练功房里，压腿、开嗓，重复千百遍相同的动作。昆曲选中了这个女孩，或者说她抓住了昆曲。后来发生的事情顺理成章，她成了被重点培养的苗子。国家重点培养这几个字听起来很重，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就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。戏曲行当讲究童子功，骨骼还没定型的时候就要开始磨。那种训练方式现在看可能有点老派，但确实能留下烙印。从昆山到更大的舞台，这条路他走了很久，也可能根本没想过要走多远，只是顺着命运的安排往前挪步。9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有种特殊的气质，既传统又现代。李沁身上这种分裂感尤其明显，他本该在昆曲的水墨腔里走完一生。08年某个寻常日子，李少红出现在戏校排练厅，新版《红楼梦》的选角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。薛宝钗这个角色最终落在李沁肩上，不对，应该说是他接住了。从杜丽娘到薛宝钗，戏台从红渠书换成了摄影棚，这个转折没什么预兆，就像戏文里突然转的调门。昆曲老师大概在某个午后发现少了把嗓子，演员这条路就这么开始了。李沁离开昆曲学校那会儿，老师们的挽留没起什么作用，他抓住了那个看似偶然的机会。昆曲的练习室和娱乐圈的片场是两种温度。后来他在访谈里提起这段，愧疚很具体，指向当年那些希望他留下的老师。观众里头有人拿这个说事，选择的权利向来是件锋利的东西，握着它的人总要承担划伤的风险。
李沁演完《红楼梦》那阵子，水花比预想的小得多。戏播完没多久，热度就淡下去了。后来他接的几部戏《花开半夏》《幸福归来》《极品新娘》什么的，里头都有不错的片段，但真正让观众记住他的，还的是白鹿原。田小娥那个角色像是给他量身定做的，演技和气质一下子全摊开在台面上了。李沁在《楚乔传》里把一个角色的2种人生走完了。元纯公主刚出场时，眼睛里有光，那种光不是演出来的，是演员把自己放进角色里才会有的东西。后来她经历背叛和欺骗，整个人彻底碎掉，不对，应该说是重组。重组之后的元纯，眼神里的温度消失了，这种转变被处理得很细，不是突然换件黑衣服就代表黑化，而是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。李沁拿捏住了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。有个细节我记得清楚，是元纯黑化后第一次笑，那个笑让人后背发凉，和前期天真烂漫的笑完全是2个人。演员最怕的就是演极端转变时让观众觉得假，但李沁让这个过程有了说服力，他让观众相信同一个人的躯壳里确实可以住进2个完全不同的灵魂。李沁在《庆余年》里演了个拿鸡腿的姑娘，这个设定本身有点意思，一个大家闺秀躲在桌子底下啃鸡腿，她演出了那种反差，表面端庄，暗地里贪嘴，不对，应该说是一种天真的叛逆。观众记住的往往就是这种细微的别扭感，鸡腿成了符号，比那些正经八百的信物生动多了。林婉儿这个角色没那么多算计，在权谋戏里反而显得珍贵。李沁的处理方式是收着的，没有过分撒娇卖萌，他只是眨了眨眼，嘴角还沾着油光。这种表演现在不太多见，可能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人看完剧就记得那个画面了。李沁在荧幕上晃悠了得有10来年，他没到那种家喻户晓的程度，这反而让他的角色有种奇特的清晰度，你不会先入为主的把他本人套进去。花少期像个分水岭，之前的印象是清冷，隔着层玻璃，节目播了没几期，那层玻璃就碎了，他是个会供暖的小太阳。这话听起来有点俗，但你看过节目就懂，那种温暖不是刻意的。四姐这个位置挺尴尬的，不上不下的，李沁处理的轻巧，他对上对下用的是同一种温度，这种平等在真人秀里很少见，不对，应该说在人群里本身就少见。节目里有个细节，不是多么关键的场景，就是傍晚大家在厨房忙乱的时候，他给这个递一杯水，顺手帮那个理了下头发，动作连贯的像呼吸，你甚至不会立刻注意到，等节目播完再回想，你会发现那种平等的温暖已经渗进每个缝隙里了。李沁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，很多人脑子里会闪过不同的画面，可能是某部古装剧里的惊鸿一瞥，也可能是现代戏里一个倔强的眼神。他演过的角色不算少，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，往往带着点拧巴的劲儿。那种拧巴不是演出来的，是藏在角色骨子里的。比如《白鹿原》里的田小娥，不对，田小娥可能太苦了，苦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换个说法，是《庆余年》里的林婉儿，手里老攥着根鸡腿，表面温顺，底下藏着主意。这种角色不好演，演过了就假，演浅了就飘。他好像总能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，让人相信那个人物就应该是那样。说起来也挺有意思，一个演员能被记住，往往不是因为演了多少主角，而是某个瞬间击中了看戏的人。那个瞬间可能很短，短到只有几秒钟，但分量足够压过几十集的平淡。李沁身上就有这种瞬间，他不是那种会抢戏的演员，但戏来了，他能接得住。
这大概算是一种等识。至于最开始是从哪个角色认识他的，反倒不那么要紧了。可能是很多年前那部《红楼梦》里的少年薛宝钗，青涩但已经有了轮廓；也可能是后来某个完全不同的形象，让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是同一个人。时间久了，这些角色会慢慢叠在一起，变成对一个演员的大致印象。印象这东西，说不清道不明，但确实存在。就像你很难具体描述一杯水的味道，但你知道那就是水。李沁给人的感觉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